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陆游的频道。上一集我们逛了台北的行政中心中正区，也参观了中正纪念堂。这一集我们来体验一下台北的市井文化。首先，我们来到台北最有特色的老城区大稻埕。在迪化街的最北边，有一组日据时期的红砖巴洛克建筑，被称为十连栋。过去这里聚集着碾米厂、洋线厂等工商业。如今这些漂亮的骑楼和红砖外墙被完整保留下来，是迪化街最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。大稻埕字面意思就是一大片晒谷子的空地。19世纪中叶，随着旁边的淡水河开港通商，这里一跃成为全台湾最繁华的物资集散地。茶叶、樟脑、布料和南北货都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。当时的迪化街就是全台湾最富足的黄金通道。如今这里依旧商铺林立，经营超过100年的老字号随处可见。每到农历新年之前，这里更是全台湾最热闹的年货大街。另外，对于喜欢老建筑的我来说，迪化街实在是太好逛了。穿过长长的红砖骑楼，能够感受到老台北的复古感。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闽南式街屋、巴洛克立面和日式洋楼，不同年代、不同风格并排而立。而且我最喜欢的一点是，这里没有刻意的复古或翻新，更没有为了打造旅游景点而过度开发，甚至有点陈旧和杂乱。但恰恰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，让100年的历史韵味自然地融入到了日常烟火气中。我们今天来是从迪化街最北边那个街口开始逛起，刚开始还是挺安静的，越往这边走就越繁华，人气就越足了。这边这个房子的立面真的是挺漂亮的啊，精致。骑楼这种多好啊，两边的这个商品都摆出来。最主要的几样东西，一个是药材啊，还有呢就是海产品。干的海产品，还有呢就是锅碗瓢盆、锅碗瓢盆，反正什么都有吧。还有卖大蒜、姜啊什么的调料啊，还有一些小吃。我们也是一边走啊，看到什么好就买2个吃尝一尝。我们就是游客，所以就来游客中心看一下吧。游客中心的1楼主要是关于大稻埕的历史介绍和各种旅游资讯。走到2楼，这里的房间还原了当年一些老字号商铺在不同年代的样貌。大稻埕的茶叶贸易曾经盛极一时，在日据时代，凭借官方扶持、现代化工艺和顶级品质，台湾茶以 Formosa Tea 的名号享誉欧美，甚至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茶。当时在迪化街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检查女工在这里忙碌，把台湾的茶香运往世界。游客中心的对面就是历史悠久的永乐市场，可惜我们来的不凑巧，它已经关门了。霞海城隍庙，这个地方就是拜拜的地方，我们都是拜什么呢？求姻缘。求姻缘。据说这个庙求姻缘特别灵，你就不用了。这里面还有月老幸福扭蛋。大稻埕这片街区真的太适合放慢脚步去细细探索了，可惜我们这次时间有限，只能走马观花，留下一点小遗憾，那就把这些遗憾留给下一次吧。另一个来台北必逛的商圈就是西门町。一出捷运站的这个路口，是不是有点像个缩小版的东京涩谷？这种感觉可不是偶然，它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。在清代，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和坟地。1895年，日本开始统治台湾，为了满足在台日本人的娱乐需求，殖民政府在1900年代初期决定拆除台北的西城墙，仿照东京浅草区的规划，将西门外这片区域开发为专门的休闲商业区，剧场、电影院、餐馆、酒家陆续开设。在之后的100多年里，这里一直是台湾最热闹的娱乐消费场所，也是潮流文化的聚集地。
这边跟大稻埕比，其实基本上是现代的，但是也保留了少数的老建筑。这个西门红楼就是其中一个。眼前这座西门红楼建于1908年，由日本建筑师近藤十郎设计，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红砖洋风建筑。它也是台湾第一座官方兴建的室内市集。独特的八角楼与十字楼结构在当时非常前卫。前面的八角堂主要贩售烟草、洋酒和杂货，后面的十字楼则用来卖生鲜。如今这座红楼已经成为西门町最著名的地标和旅游景点，内部有常设的历史展和咖啡厅，还有一个超大的文创市集，非常值得一逛。台湾岛做成一个猫。阿嬷串冰店，你看这个，这种食品摊儿啊，它这个木头的也挺有意思，它里面有好几种啊，就是台北的地标建筑啊什么的，自己组合。这个是西门町最火的一家这个餐饮其中一个，也是台湾特色大肠面线。之前没吃过，尝尝啊。而且你不吃长的，关键是看着糊乎乎的，面线也是面，反正就是细面。细面。糖葫芦，西门町最好吃的糖葫芦，新鲜现行吗？糖葫芦，干净哦。再加点辣还可以。西门町最好吃的就是肠没有什么那个臭味儿。大肠，但是这个感觉还行，味道还可以。立刻这个台湾的感觉就有了，歌曲一唱。今天中午就准备在西门町那个地方，就选几个比较火的、review 很好的小吃。表演呢？在这儿表演呢，就是这家天天利。别看是个不点的小馆子啊，街边的，但是特别火。我们点了它这个经典的鹅煎，然后卤肉饭我们来个小份的，然后来了一个油豆腐。它是地瓜粉。地瓜粉，然后里面是就是你们大连的那个焖子的那个粉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里面是牡蛎，我们叫海蛎了。就是海蛎了。还挺鲜的，稍微有点甜，上面那个酱稍微有点甜，然后有鸡蛋的味道。就这家诗源盐酥鸡，这家生意真好，看看填单都在外面，然后里面的座位特别少。第一次吃，我尝尝啊。是，中国城有一家也忘了，海参，但比那家好吃应该。然后我试一下这个什么甜不辣。哎，甜不辣是啥来着？我怎么突然给忘了？长得水头似的。就是那个鱼糕，鱼糕。我们以前打火锅的时候吃过，关东煮里面也有。然后这是水，这就是水。血肠，就雪糕，就米血糕，就是咱说的那血肠差不多。今天基本上吃不出的血的味道啥的。挺好吃的。好了，吃饱喝足，我们离开西门町的喧嚣，沿着中华路向北走，来到北门广场。这里有两座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，一个是清末修建的台北府城北门遗址，它的对面则是建于日据时期的台北邮局。作为一个大连人，第一眼看到它，我立刻就有一种熟悉感，因为它跟我们大连的胜利桥老邮局真的太像了。两座建筑都建于1929年，同属于折中主义风格，简洁流畅的外形，标志性的黄褐色面砖，还有立面上的日式装饰，简直如出一辙。这栋建筑现在仍然是邮局，还包括一个邮政博物馆。可惜今天是周末，只有楼上的文创区开着门。我们也正好买点邮票和明信片。来台湾旅行肯定少不了集章，
选台北邮局的这个建筑啊，还有这个气节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带着独特文化含义和历史情怀的纪念品，成了我们这次在台湾最满意的收获之一。看着明信片背面的这段话，心里还真有点小感动。希望所有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能这样去尊重和善待老建筑。当然，台北不只有旧，也有新。下一站，我们来到信义区，看看台北最著名的21世纪地标台北101。这座摩天大楼高508米，从2004年建成一直到2010年，它都保持着世界第一高楼的头衔。建筑师李祖原先生在设计中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元素，比如它的外观就像一节一节的竹子，有着节节高升的寓意。8个倒梯形的设计暗含了发财密码，在外立面上还装饰了如意图案。整座大厦地上101层，地下5层，包括了办公室、商场和餐厅。楼上的观景台更是每个游客来台北必打卡的地方。上来以后有的这个像动画片似的，像《Simpson》里面那种。我瞅瞅这人，我们老老实实的买了2张观景台的票，2个人一共是1200台币，然后这个就是入场券，然后因为它底下是 shopping center 啊，所以还给了我们一些这个购物券什么的打折的。然后呢，因为马上到过年了嘛，所以台北101给我们2个红包。台北101观景台的电梯曾在2004年创下全世界最快电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，直到2015年被上海中心大厦所取代。好了，我们上到这是多少层？88层，37秒上来了，一览众山小啊！好久没有到这么多人的这种观景台上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窗户啊，它有反光，所以拍照啊确实并不是特别好。其实我们这张票本来还包括楼上的一个露天观景台，可惜今天不开。单就室内的部分而言，说实话体验一般。不过这个风阻泥球的展示真的非常特别。我们都知道台湾处于地震带，而且每年都有台风。所以这个重达660吨的大家伙就是101的定海神针，它悬挂在92到87楼之间。当强风或地震让大楼晃动时，阻尼器就会凭惯性向反方向摆，从而减缓大楼的摆动幅度。它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阻尼器，也是少有直接开放给游客参观的。2015年8月8日，超强台风苏迪罗袭台期间，风阻尼球曾达到100公分的最大摆幅记录。如今这个大球已经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。台北101甚至和日本三丽鸥公司合作，给它创造了吉祥物，叫 Dumper Baby， 还做成了纪念品和漫画书。在过去20年里，台北101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地标或者旅游景点了，它更像是台湾的一张文化名片。它上过 Lonely Planet 封面，也出现在不少大荧幕里。而真正让它再次走进全球视野的，是我们这次离开后的几天。世界著名的极限攀岩家 Alex Honnold 徒手攀上了台北101的顶端。这场挑战被全球直播，后来也被 Netflix 拍成了纪录片，让这座大楼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No gear, just me in the building. I have to fully focus on the task at hand and execute well. It will be the biggest urban free solo climb ever. 从100年前的大稻埕，到几十年前的西门町，再到21世纪的天际线，台北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有着清晰的文化脉络和层次感。相比那些放眼望去只有千篇一律玻璃水泥的城市，我更喜欢这里的新旧共存。我觉得一座真正成熟、包容、有温度、有活力的城市，不只是不断盖新的建筑，更重要的是愿意把旧的故事留下来，让每一个时代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明天我们会入住一家非常特殊的5星级酒店——台北圆山大饭店，也带大家去里面的密道探个险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集见。